大众总是被教导要好好存钱，认为把钱放在银行最安全，这是社会最普遍的常识。但你可能没发现一个反直觉现象，穷人拼命把钱塞进银行，最后反而变得越来越穷，富人却每天想尽办法借钱，生活品质却越来越好。这不是单纯的运气或胆量，背后隐藏极度冰冷的数学逻辑。我们今天就来拨开这层迷雾，看看金钱世界真实的运作骨架。这是一场能量转换的赛局，多数人只看见表面的数字增减，却没察觉底层结构早已经改变。很多人害怕负债这2个字，一听到欠钱就浑身不自在，认为这是人生崩溃的开始。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基因恐惧。但请仔细观察那些上市企业老板，他们哪一个不是背负巨额债务？难道他们不怕破产吗？其实他们比任何人都聪明。我们必须先拆解银行的商业模式。银行本身不生产任何实体产品，它就像一个巨大水库的调节阀，汇集来自四面八方的小水滴，用极低的利息吸引一般人把钱存入，再用高出几倍的利息贷出去，借给需要扩张的企业或投资客。这中间产生了庞大的利差。当你每天省吃俭用存下几千块，你其实在提供最廉价的燃料，推动这个巨大的金融机器运转。富人拿你存进银行的钱购买资产，再把这些资产租回给你使用，或是开公司聘请你来上班。你努力省下的每一分钱，不知不觉成了别人跨越阶级的垫脚石。更可怕的是通膨这个无形怪兽，它每天都在吞噬现金的购买力，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难以察觉。回想10年前一个便当多少钱，那时候只要铜板价就能吃饱，现在随便买都要破100元，而且分量可能还严重缩水。但绝大多数人的薪水根本没涨，这代表你手上的现金正在快速缩水。以前存下的100万放到现在，实际价值可能剩不到一半。这背后的核心变数是什么？自从货币脱离金本位制度后，印钞机就从来没有停止运转，钞票变多自然就不值钱。这是一场不可逆的物理现象。当货币供给量无上限扩张，资金泛滥导致实体资产价格暴涨，股票与房地产价格水涨船高，你存在银行的冷冰冰数字却没变。这等同对老实存钱的人抽重税。富人非常明白这个残酷现实，持有大量现金是极高风险的行为，这无疑是一场缓慢的财务自杀。他们必须尽快把现金换成优质资产，才能抵御这场无形的掠夺。但光靠自己存钱速度太慢了，资源积累无法追上货币贬值，所以他们学会向银行借钱。如果你也偏好这种拨开迷雾、深入本质的分析，帮我按赞并按下订阅。下方连结有一个复利的基本逻辑表单，欢迎填写，为自己多一种选择。我们往下推演更深层的机制，进入这个领域最底层的核心要素，把金融游戏拆解到最小单位。你会发现债务其实分2种，一种是把你口袋的钱掏空的坏债，一种是把钱放进你口袋的好债。穷人通常背负的全是坏债，比如利率极高的信用卡循环利息，或是分期付款买名牌包，甚至为了面子贷款买名车。这些消费型贷款不会带来现金流入，反而每个月逼你从薪水扣钱，这就像身上破了一个无底洞。满足短暂欲望的代价是长期贫困。但富人借的钱通常是好债，最典型的例子是买房收租，或是投资能带来稳定股息的标的，向银行借低成本的钱买下资产，再把资产出租赚取更高的回报率。这中间的利差就是你的纯利润。每个月替你缴贷款的人不是你，而是那个辛苦工作按时交租的租客。等几十年后贷款还清，你白白获得了一栋有价值的房子，过程中根本没用到太多自己的本金。这就像找到合适的支点，就能轻易举起巨大的重量。
运用他人的资金帮自己赚钱。你不用辛苦存几千万才去买房，提早把未来的财富拿到现在兑现。这是一种空间与时间的折叠魔法。借钱还有一个极度隐秘的优势，通膨不仅会吃掉你的存款，也同样会吃掉你的债务。这是一个颠覆常理的底层逻辑。假设你向银行借了1000万，30年后你依然只需还1000万本金，但30年后的1000万和现在的1000万购买力完全不同，伴随每年持续复利侵蚀价值，30年后的1000万可能剩几百万。这中间蒸发的购买力去了哪里？通膨无形中帮你还掉一大半真实债务，只要你买下的资产能保值增值，你其实在利用通膨帮你洗劫债务。这是世界最合法的财富转移手段。银行非常清楚这个游戏规则，所以用较高利息借钱给穷人填补损失，富人则是顺应规则的赢家。另外，在多数税法体制下，借来的钱完全不需要缴税，你付出劳力获得的薪水，发薪前会先被政府抽税，才会到你的手上。但利用负债获取的现金流不用，这名义上是必须归还的债务，不算是实质的应税收入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富豪平常不领薪水，他们只领1块钱象征薪资，避开所得税。需要现金维持生活或投资时，就把名下公司股票抵押给银行借钱，这比借出来的现金不用缴1毛税，甚至借款利息还能用来抵税。他们利用规则达到合法避税最高境界。既然借钱投资有这么多隐藏优势，为何学校老师从来不教这些知识？因为现在的教育体系建立在工业革命，当初的目标是批量生产听话的劳工，劳工被训练成安分守己的存钱机器，如同齿轮般维持巨大机器的运转，社会才能安定运转，企业与银行才能拥有廉价资金。如果每个人都懂得利用金融杠杆，谁还要去工厂或办公室天天加班？穷人思维是维持底层运作的产物。当你看懂这套财富的真实法则，你的人生就会开始有所选择。当然，借钱投资绝对充满巨大风险，它需要极高的财务智商与情绪控管。普通人没有深入研究就盲目跟风，这就像没有防护设备就去攀岩，很容易陷入追高杀跌的惨剧。遇到股灾，不仅本金亏光，还背上巨债，最后落得倾家荡产的下场。信用才是你在现代社会最大的资产。普通上班族该如何应用这个思维？这是一场需要精密计算的计划。首先，必须立刻停止制造任何坏债，把手中利率极高的消费型贷款清偿。只要身上有超过1成的循环利息，几乎没有合法投资能超越这种复利。这是一种在数学上稳输的博弈。第二步是建立个人完美信用评分。从不办信用卡的人在银行眼中最危险，因为银行无法判断你的还款能力，这在系统记录里是一片完全的空白。对，你就像一张白纸，没有记录。合理申办一张信用卡，并每个月正常的全额缴清账单，养个人的信用分数，不碰任何1毛钱的循环利息，累积信用分数才能拿到最低贷款利率。第三步是珍惜目前稳定的工作。在拥有庞大被动收入之前，稳定的薪水是你最好的武器。银行最喜欢借钱给有固定收入的上班族，持续提升主动收入是扩大杠杆的基石，这能确保你的资金来源不会断裂。最后一步是大胆寻找优质资产，只要资产的长期复合成长率能稳定超过你支付的利息成本，你就是在实践颠覆三观的富人思维，让别人的金钱来为你拼命效劳，这才是真正实现财务跃迁的路径。理财绝非只是枯燥的数学计算，它更是打破人性恐惧的一门心理学。想跨越阶级与贫富差距的鸿沟，需要转变底层的财富认知，把闲置资金唤醒成为最忠诚的士兵，为你开辟财务自由的广阔领土。这是一场终身的思维升级挑战。
留言告诉我你目前最想清偿的债务种类，或是你对好债与坏债的真实看法。我们一起讨论破解坏债的策略。很多人以为这只是观念问题，或者是带着怀疑的心情，但真正拉开差距的是数字，是心态。最后我做了一份复利逻辑的档案，你可以直接看到定存、劳退、投资，连结在下方，建议你一定要为自己检视。如果你不想再用错的方式累积资产，记得订阅，未来会持续更新。下次见，我是蓝猫。